谁能想到就在眼前的破仓库里藏着一辆古董级的路虎一系呢？跑起来除了司机之外，剩下没有一处不响的地方。而就这么一辆看似破旧、叮当乱响车子，售价却高得离谱，竟然要价16000英镑，并且这辆车还是一个谜。车子外表看着是路虎一系，可在1963年车辆注册的时候却是路虎二系，这一点车子的后轴就能证明。要知道路虎一系和二系的价格那是天壤之别。可就算这样，麦克也爽快的以16000英镑成交了。其实麦克有着他心中的小算盘，就算不是二系，他相信猫王也能改成原版的路虎一系。麦克开心的将车开了回去，猫王第一眼看到就笑了起来。这妥妥的一个老式兰迪，里面装着的还是老式2升4缸发动机，并且60多年来还没有泄漏。但要知道它到底是一系还是二系的话，猫王就得把车子全部拆解了才会知道。他先把车上的车棚拆了下来，接着就是前机盖。现在猫王还不知道这辆车到底有多少一系的东西。如果一系的东西少的话，那么要恢复原始出厂的规格，那将是一笔很大的费用。还好马上就迎来了好消息，眼前的这2扇门就是一系的，拆卸起来非常的简单，就像拆积木一样，都能一块块的拆解下来。等猫王把上面的车壳拆掉后，这时车子的底盘就全部暴露了出来。上面是一个典型的梯形底盘，它将后轴连接到了前轴，正是车子坚固力量的来源所在。接着猫王用卷尺量了一下轴距，根据数据显示，在1953年时，他们将轴距从80升级到了86英寸，而在1956年的时候，为了安装柴油发动机，又从86加长到88英寸。现在的轴距正好是86，那么这辆车正处于53到56年之间，这就意味着这辆车是路虎一系无疑了。但猫王再次量了一下后轴，果不其然，长度是1200毫米，还是没有逃掉后桥是二系的悲剧。而为了更好的还原这个老古董，麦克和猫王经过了多方打听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在很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后桥。他要在这里把所有的零件都拆解下来，并且把它们重新翻新一下。这个拆卸过程非常的艰难，尤其是这个半轴，2个人使出了吃奶的劲都无法撼动，最后将其放在老虎钳上才成功的拆解下来。等猫王把所有的零件都拆除后，就交给了专业的师傅来翻新。经过了几天的等待，一个翻新过后的后桥就被运了过来，看起来就和新的一样。这时麦克也拿到了这辆车的遗产证明，上面写着确实是路虎一系无疑，但这时却发现原版的车子是灰色的，并且轮毂也不是原厂的，这让此时的麦克很是头大。这也花钱那也花钱的，复原一个老古董怎么就那么难？可为了还原经典，卖个好的价钱，麦克不得不来到修复路虎的维修部，这里停放着各个时代的路虎，从1948年的7号路虎开始，一直到现在的新款这里都有，并且在这里让麦克得到了一个惊喜，这里出售一辆路虎一系竟然要12万英镑，这简直吓了麦克一跳。还没等麦克兴奋起来，接下来的一个个问题瞬间将他开心的火花浇灭了。根据图片上显示，麦克的车子很多都是一些不合格的东西，上面的隔壁是被换过的，转向和后面的尾灯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，这简直就是在他高额的修复上雪上加霜，吓得麦克赶紧拿起轮毂就跑了。还好猫王是个修复老手，这个转向问题他能解决。解决这种转向反应迟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用一个大扳手锁住上面的螺帽，然后用小扳手反复调试，这样就能解决眼前的问题。接下来就是将车体重新喷漆，并且把正宗的舱壁也喷涂好。猫王把所有的箱体都安装上去，并且座椅也重新翻新了一下。等将引擎盖也安装上去后，这台车子就基本上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完成一些细节的东西。按照专业路虎维修师傅说的那样，他们换了车子的尾灯，还有一个属于这辆车特点的转向灯。这时这辆正宗的路虎一系就完成了，各个细节做得非常的完美。而这次的项目费用也不低，购买车子就花了16000英镑，轮毂花了350，舱壁竟然花了2500英镑，还有车上的复古漆花了5000，旧的后轴200英镑，徽章和各种灯消费360，新的机盖和座椅支出900，购买车子和修复的费用加起来竟然支出了25300英镑。这么高的费用，麦克得找一个有钱的路虎粉丝或者收藏家才行。经过了几天的宣传推广后，终于迎来了一个有意向的买家，他是一个收藏古董车的爱好者，对眼前的路虎一系很是满意。就是当麦克要价45000英镑时，心中有些犹豫不决，最后在商讨一番后，最终以4万英镑成交了。这么说，麦克还是一个良心的二手车贩，没有像专业修复路虎那里一样要价那么高。那么这时问题来了，这么一辆没有任何高科技的车子，售价4万英镑，你感觉这样一台车子值这个价格吗？说出您心中的想法。